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恩施。大家看到这个建筑没有？这个就是侗寨的鼓楼，这个在很多地方，特别是贵州能够看得到。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来看一个房子。我们经常说一个别墅很豪华，房间很多，那可能值1个亿到2个亿。而在湖北恩施这一块呢，有个房子了不起，价值8个亿，被称为中国最贵的房子。为什么？2室1厅就价值8个亿，大家想想什么概念？大家看到我现在是走在一条乡间小道上面，后面有很多树木。它这个价值8个亿的房子呢，就是用金丝楠木制作的。大家都知道金丝楠木非常珍贵。我们在河北保定易县的清西陵的道光墓啊，就有一座金丝楠木大殿，那个非常精美，我们已经看过一次了。那么用来居住人的金丝楠木的房子，今天我还是第一次见，现在就准备去看看，非常壮观的。因为网上也看了一下资料，从这里进去就是房子的所在地，也是在一个山脚下面。金丝楠木一般是生长在大山里面，自古以来，自从金丝楠木被发现之后，就变成了皇家专用的。就我们经常看陵墓也知道，有金丝楠木大殿、金丝楠木的棺材，它是中国特有的珍贵木材，主要产自于湖北西部、湖南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等地，生长速度极为缓慢。基本上，如一根那个树木啊，要成为有用的，那基本上要300年。它主要是坚硬、细密，不易开裂，就是防腐，就是说水不能进，蚁不能学，千年不腐，万年不烂，所以才作为大纲贵人，就是皇室经常我们说死后使用的棺材之说。并且呢，金丝楠木还有香味，醒脑提神，很多影视剧中也能了解。特别是金丝楠木在古代都是皇家专用的，大臣或者老百姓都不能用，那只能说皇帝允许了你才能用。包括民间也好，包括那些大臣也好，如果擅自使用金丝楠木，那么是一定会获罪的。所以在全国能够看到金丝楠木的建筑是非常之少，一般是都在陵墓看得到，特别是明朝的陵墓和清朝的陵墓有很多金丝楠木的大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比较典型的就是朱棣的长陵，金丝楠木的大殿，还有清朝道光的木陵，也是金丝楠木大殿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金丝楠木的房子，上面写了“楠木老屋”。大家猜一猜，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？400多年，就是明朝万历时间修建的。现在我们就准备来看一下这个房子。首先这里看到柱子，它这里总共有多少根柱子？就是这样39根柱子。那这些柱子呢都是非常粗壮的。其实在这个表面上看呢，这个房子很普通，根本看不出来是金丝楠木的房子。你看这个窗户，对吧？就跟我们在农村普通的木房子一样的。现在我们先进去看一下，等一下再介绍一下它这个什么时候被确定是金丝楠木的。往里面走，那这个门阻挡的是不是很高？这个就是堂屋，相当于是大厅。一进来啊，发现里面的建筑就不一般。堂屋就相当于是客厅啊，然后左右两边就是卧室。先看看一个东西，这个建筑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桌子，这个就是金丝楠木。它这里面的建筑啊，都是金丝楠木。像这种金丝楠木的话，你看看一整块木板制作而成，那么猜想的话，基本上是要1000年以上的。因为金丝楠木生长是极为缓慢的。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桌子，这个是非常巨大的。我在湖南就今年上半年看到一次金丝楠木树，当地的村民还给我介绍，他说他小时候到他现在80岁，这个金丝楠木的树大小呢感觉都差不多，没怎么生长，所以呢生长是极为缓慢的，100年可能都看不出什么变化。
那上面这个相当于神龛呢，就是供奉祖宗牌位的，上面还有雕刻。不过相对来讲的话，它这个雕刻就比较简单，可能就是它的主人当时讲究我们说的低调之风，因为不能让别人知道它这个是金丝楠木制作的。在民间那个时候，如果被别人知道它这个是金丝楠木，那肯定会有人举报的。这个桌子的雕刻，你看看这里是不是鸟？感觉有点凤凰，还是说其他的？大家能看得出来吧？这个也是那个时候的椅子，这上面还雕刻了，在跳舞的感觉。那个时候的雕工确实比较精美啊，所以说价值8个亿确实是厉害。因为如果全部确实是金丝楠木的话，也值得这个价格。它这个房子呢，其实里面的空间不是太大，这个相当于是堂屋，就是客厅，还是比较小的。现在我们去其中的一个卧室看一下，因为它是2室1厅。其实它这边的房间呢，整个地板全是用木头制作的。看看里面的空间布局是这个样子，大家有什么发现没有？看起来是比较简陋一点的，可能当时他住的人也不是太多。这个也是金丝楠木的。不过这上面有点被破坏了，难道是当时厨房用的东西吗？你看有很多痕迹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金丝楠木是非常珍贵的，我们现在闻一闻，看看有没有香味。香味倒没有，但是有一些其他的味道，可能是年限太久的味道。金丝楠木它是有金丝的，就是用灯光一照，有一些金丝出来，就跟我们说的那个毛细血管一样的。现在来看看有没有，看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金丝出现，条路条纹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房间呢是另外一个，因为主要是2室1厅嘛，它这个可能就是卧室，有床，还有梳妆台，还有洗漱台。关键是我们现在先看一个比较独特的东西。这个桌子也是属于金丝楠木的，我看了一下，一个正方形大概宽度是1米。如果说一棵金丝楠木是树直径的话是1米，我估计最起码要长2000年左右。所以呢，这个就非常珍贵了。金丝楠木的桌子，金丝楠木的凳子，太精美了。当然，它这个里面有一些肯定不是金丝楠木的，可能是后来为了观赏配套的。所以来到这个里面，就是弥漫了什么味道呢？一个我们说的金丝楠木的香味，另外一个是弥漫着钱的味道。大家猜想是不是非常珍贵的地方？来到这个地方，就仿佛看到了一座金矿，只不过呢，现在属于文物。你想一想，一座房子8个亿是什么概念？这个也是一个老物件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金丝楠木。这个是相当于是在这里居住的女眷、女同志梳妆的地方，因为女子爱美，自古皆有嘛。这个大家知道是干嘛用的吧？就是洗刷的、洗脸的。打个比方，你睡觉之前要洗个脸，然后毛巾是挂在上面的，下面是一个洗脸盆。整体看的话，这个金丝楠木的房子还是比较简单，就相当于是说要低调，不能让人知道它这个木材很珍贵，不能让别人知道它是有那个建业之罪的，就用了一些不该用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外人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木材。因为金丝楠木的话，要知道的人、懂的人才懂。在这种山区的话，一般人都没有见过金丝楠木，所以它才能够建起来，并且保存下来、传承下来。给大家体验一个东西，能够感受到别样的风采。这个是一扇门，对不对？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很亲切？这个是有一定年代感才能发出这个声音的。你像现在的房子肯定是没有这种声音的，基本上只有木房子，而且在老宅才有这样的声音。柱子，这些柱子是39根，非常巨大，
反正如果是按照正常来讲的话，这样一根柱子的话，按照金丝楠木增长的速度，这样一根巨大的，最起码要800年到1000年。那作为金丝楠木，这样一栋房子传承了400多年，才被别人发现这个是金丝楠木。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说的就是这个屋的主人姓杨，他在明朝的时候属于当时朝廷的大官，有2种说法。一种说法呢，他就是说当官，当时是在河南开封哪个地方当官，后面呢退休了，他也可能是为了躲避战乱，就跑回这个湖北恩施这边来居住，因为这边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嘛，就在这个地方建了这样一栋金丝楠木的房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钱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，管理的也不那么清晰，所以呢，他就花钱买了金丝楠木材料来建筑房子。另外一种说法呢，也是说这个杨姓最早也是属于大官，当时呢，万历年间不是跟那个女真打仗嘛，或者是跟蒙古打仗，所以呢，他可能是管理后勤、押送粮草，组织粮食。那有一次呢，他是在大江大河里面翻船了，整个粮食呢全部沉入到江底。那呢，他呢担心朝廷会找他算账，他就我们说的一个假死的身份一样的，与那个稻谷一起消失了。那朝廷可能以为他就也葬身在河底，那么他跑了之后，就带了钱财来到这个地方，也是同样的把这些金丝楠木运过来，然后建造这样的房子。建成之后呢，他比较低调，一直都没有跟别人说这个房子属于金丝楠木材料制作的，因为这个材料呢属于我们说的管制品，他用了是可能是犯罪的，而且呢，他相当于是隐姓埋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他就没有跟他的后代讲这个是金丝楠木，只是说这个材料比较珍贵，然后传承到现在呢，大概15代的时间。但是由于时间比较长呢，他们家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差，传到这个15代的时候，已经算是贫困户了。然后贫困了很久，当地我们说政府有安置房，他也准备迁走，但是迁走之前，他想起了他的祖宗传承下来说这个房子用的材料是非常珍贵的，那他可能想验证一下，然后委托还是请人就来验证一下这个房子。那果真，北京故宫博物馆的一个专家来这里考证，一经发现，让人不可思议，也可以说震惊了世界。那这个房子呢，属于金丝楠木材料制作的。后面呢，专家见证出这个房子价值大概8个亿，大家想一想什么概念？所以呢，这个房子后面就保留下来了。这个杨姓老人家呢，知道这个是文物，就无偿捐献给国家。那国家呢，也给了他一定的鼓励。那这个房子就变成这个样子保存下来了。这个金丝楠木的房子我们就看完了，大家看完有什么感想？这样的房子到底值不值8个亿？所以这里当地的人有这样一个说法，就是说当时最穷的贫困户，然后住着最贵的房子，因为当时他不知道啊，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，一栋豪宅自己反而不知道。行，那我们就基本看完了。大家喜欢看的话，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这里实际体验一下。这里是湖北恩施。